成为数字游民已经3年了，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的话，有一件事儿一定是我希望我能早点知道的。今天这个视频帮你少走3年的冤枉路，直击数字游民赚钱的核心。首先，如果你想让你线上赚钱、全球旅居的数字游民生活是可持续的，那么你需要第一，有能变现的技能或者资源。第二就是自己跟潜在客户之间有一个双向的连接，就是你能看到我，我能看到你。第三就是你得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。如果你想要开启这样可持续的数字游民之路，摆在你面前的第一件事儿，不是找到线上赚钱的机会。那么第一步，也是你整个数字游民生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打造个人品牌。这真的是我花了3年时间才学会的道理。这个视频我会教你一步步具体怎么操作，可以先收藏再看。我经常说，数字游民意味着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，那么你这个人就是你的品牌，你提供的服务就是你的产品，你是决策层，也是执行层，甚至还是公司的销售、市场、会计、设计、客服。这也是我今后要讲的一系列内容，就是怎么打造可持续的数字游民生活。我最近才学到一个词叫超级个体，也很适合数字游民的概念。我先来讲讲我在过去3年走了什么弯路。一开始我是裸辞，依靠自己在上班工作的经验，大海捞针的去应聘各种远程工作的职位，或者是零零散散的在自由职业的平台上接单。这样的开始当然不可持续，因为接了上单没有下单，这也是大家对自由职业收入不稳定这种顾虑的主要来源。所以当然我在刚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收入不稳定，甚至没有收入。但是现在让我重新开始，我肯定会先做一件事儿，那就是梳理自己的核心技能，并打造专业领域的个人品牌。不管你是远程工作、自由职业，还是想通过互联网创业，都需要搞明白这一点。而且这件事儿，我觉得是我在离职前，甚至刚踏入职场就开始做的。越早准备，越更好的为今后的数字游民铺路。如果你还没有，那么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也不算晚。进入正题，首先什么是职场个人品牌？你的名字、你的形象、你身上的标签、你的技能，你带给别人的整体感受。其次，打造个人品牌到底有啥好处？第一，我觉得打造个人品牌，并不是说你要成为像明星或者是头部博主一样特别有影响力的人，而是在职场上帮助别人快速的认识你、了解你，还能吸引机会主动找上门来，因为小品牌也是品牌。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在打造个人品牌的过程中，也是一个不断反思自己、调整个人发展方向的一个过程。你会在无形中考虑更多有长远价值的事情，而且你的人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。第三个好处，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数字游民一定要打造个人品牌的原因，那就是自主性和灵活性。有了个人品牌为基础，你的专业能力不仅仅是跟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平台挂钩，你更容易自由的工作，比如远程工作、自由职业或者创业。那么如何打造个人品牌，一共有6步，都是干货，大家仔细听。我之前也看了一些网上的文章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大标题，就是告诉你要去塑造个人形象，要去分享专业知识，但是都没说具体怎么操作，有哪些渠道、哪些平台。No worries， 今天我会解释清楚。第一步，你得先转变思想上的误区，你得先明白，工作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，它不仅仅是为了赚钱。在我看来，它是你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，它不仅仅能给你带来金钱，还可以给你带来成就感。如果你在公司上班，你会发现很多人下班之后都不愿意提起工作，或者是说提起工作也只有抱怨，因为大家都是觉得自己在为别人打工啊，在为别人的公司创造价值和利润。而且这样的雇佣关系，很多时候它不是我们理想的合作关系，它更多的是一种劳动力被资本压榨的关系。但是我遇到的数字游民，每个人提起自己的工作都是神采奕奕，大家都很开心的跟你分享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的，是靠什么样的工作维持这样不上班的生活。这里插一句题外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有人跟我说别人怎么赚钱怎么会告诉你。如果你也这样想，你得看看自己周围的圈子，对不对？就我的个人经历而言，真实的世界，至少数字游民的世界不是这样。我遇到的人都是恨不得事无巨细的告诉你他是怎么赚钱的，还问我说，你想不想要学啊？我可以把我之前学的资料发给你。当然了，我有自己的主业，所以就不用。但每次我们一聊也都是1个小时，经常让我感慨，真的是大家都是18般武艺，各显身手，真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。OK， 回来，因为当你成为一个数字游民、自由职业或者创业者的时候，你的每一份工作都是在为自己的梦想添砖加瓦，也是你个人价值的延伸。想想 Elon Musk、Steve Jobs， 他们都塑造了非常成功的个人品牌。我相信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，而不是一回到家就感慨今天又熬过了一天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工作的形式、职场的定义也在改变，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远程工作和数字游民。还有我上次聊过的一个叫 Gumroad 的互联网公司，他们就是全员远程办公，从来不开会，而且包括创始人在内都是兼职。这也是新的职场概念，我们都在重新定义工作。
第二就是个人品牌定位。打造个人品牌，你首先得弄清楚品牌定位。你可以按照以下我列的几个方面来梳理。第一，自我评估，你的兴趣、优势、技能和专业知识分别是什么？第二，我能做什么，就是你提供的产品是什么？是我的服务吗？什么服务？是设计、营销还是写代码？第三，目标受众可以是你的客户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同行等等。你的客户的话，那又具体是什么行业、什么岗位？第四，目标受众的需求，我的客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？我的同事、同行跟我之间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？我能为这些人提供什么？第五，核心优势，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为什么选我不选别人？我跟别人之间的差异点在哪里？这些问题你可能现在完全没有答案，但是没关系，你一步步的探索，总会找到自己的答案的。又或许你好像有了一个答案，但是又不确定，这也没关系，因为未来你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方向。第四点就是丢掉你的简历，制作一份 portfolio， 中文名应该叫作品集，其实这就是你的技能展示门面。我猜你是不是拿着一份 Word 简历就开始找工作？在互联网世界，这真的已经要快被淘汰了。最基本的就是你得有一个在线的 portfolio， 就是把你的工作经历、成就还有案例都摆上去，把客户、同事、老板对你的评价都放上去，而且确保图文并茂。这录视频也太热了吧，我真的一直在出汗，头发都给我打湿了。怎么制作 portfolio？ 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弄一个在线的 PDF 文档，这个 Canva 就可以搞定，算是非常初级的 portfolio 了。我更推荐的是直接搞个网站，因为现在的网站搭建平台是有手就能会，比如 WordPress、Wix、Squarespace， 想要推荐的可以留言。到了这一步还不需要你特意去运营和推广自己的网站，你就把它当成 portfolio 用，就定期维护和更新就好。如果有了潜在的意向客户，一个链接发过去，随时可以向客户展现你的经历和作品。第四步 Show your work， 向所有人展示你的工作，分享有价值的内容。Portfolio 网站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写内容，也就是 blog， 你可以分享自己的工作思考和职业发展的故事，这样你就是一个更活的人了，而不是简历上冷冰冰的几句官方陈述。因为任何品牌都需要有温度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还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工作思考和作品。首先，职场的社交平台有 LinkedIn， 你可以把自己的在线简历优化一下，时不时的发一些 post 就好。第二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圈，你辞职了，在找工作，想找远程工作，你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等等，这些都可以在朋友圈分享。谁知道朋友圈的某一个人可能就成为了你的下一个客户呢？我的好多朋友都是通过朋友圈找到的新的工作或者是远程工作，这样的例子真的太多了。除了朋友圈，还有像小红书、Instagram 这样的内容平台，你也可以在上面搭建自己的专业形象，发发自己的思考、作品、案例等等。就连我自己刚辞职的第一份远程工作就是在 Instagram 找到的，还是别人主动来联系我。你想做 KOL 也可以，但是作为业内人，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，通过在内容平台做 KOL 接广告，远不如做个人品牌靠内容引流赚钱。所以我现在也在这么做。除了这种大众的社交平台，你还可以找到自己细分的行业平台去发自己的作品。比如你是平面设计师，你就去 Behance Dribble； 你是摄影师，你就去 Shutterstock； 你是 UI 设计师，你就去 Figma。以上是随便举的例子啊，不知道准不准。反正你所在的行业一定有这样一个平台，让你去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作品。第五步 Networking 社交，找到自己行业的线上线下社区去 Networking。最简单的就是去关注你喜欢的行业 KOL， 比如我，加入他们的 community。还可以在 LinkedIn 上加一些行业的 leader， 或者是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。现在各种 networking 的平台也很多，比如 Facebook Group、Slack Community、Discord， 去这些平台上搜一下自己行业的关键词就行，说不定就能认识你潜在的客户。还有就是 Digital Nomad Community， 国外有 Nomad List， 我看到很多中文社区也已经在搞了。我其实也一直想做一个 community， 因为我觉得社区对数字游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，因为数字游民都很自由和独立吧，但是你也需要一个这样的 community， 让你更好的去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。但是我还是在找自己的目标受众和 community 的形式和价值，慢慢来了，这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。最后一步就是回到第二步，个人品牌的定位，定期重复的去问自己那几个问题，调整个人品牌的定位，不断细化自己的受众，增强自己的核心优势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关注我，帮你摆脱打工人的身份，做自己的老板，成为一个 digital nomad entrepreneur。不开玩笑，搞事业真的会上头。Bye, I'm Chisna, see you next time.